她被亲生父亲囚禁了24年，遭到了3968次侵犯，期间有13次怀孕，但有5次被打流产，所以只生下了7个孩子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这并不单单是电影剧情，还是发生在某国家的真实事件。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父亲之所以会如此对待女儿，只是因为女儿的一句玩笑话。这天晚上，丽莎本来说是要去参加同学聚会的，可由于没有提前跟父亲打招呼，这让控制欲极强的父亲感到十分生气，于是说什么也不让她去。可丽莎已经跟男朋友定好了时间，不想爽约的她只好偷偷溜出家门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当第2天清晨男友送她回来时，父亲已经在门口等了整整1夜。Why don't you come in the front door like a normal person? 原来丽莎昨晚刚出去就被父亲发现了，而如今还被逮到和男生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少不了一顿教育。事后气不过的丽莎跟姐姐诉苦，说她只要满了18岁就离开这个家，和男朋友去环游世界，从此再也不回来。殊不知这句话恰好被路过的父亲听到。前面就说过，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，甚至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。这个家中他只要说1，就没人敢说2，连妻子都对他百依百顺，可唯独这个小女儿偏偏一直跟他作对，现在竟然还想着和别人离家出走，这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。于是为了惩罚女儿，也为了把她留在自己身边，老唐想到了一个极其变态的主意。他打开了地下室里的一道暗门，这是上一任房主建造的防空洞，家里除了他没人知道，只要稍微进行下改装，就是一个囚禁人的好地方。转眼3个月过去，因为过2天就是丽莎的成年生日，母亲要出门给她准备宴会用的物品，而老唐等的就是这次机会。他趁着妻子离开，让丽莎帮忙把一个箱子搬进地下室，而当看到里面还有个隐藏密室后，丽莎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根本没意识到父亲的阴谋。也对，谁会去怀疑自己的亲生父亲呢？然而就是这种天生的信任，导致他掉进了万丈深渊。 What do you think? I mean, kind of sucks. There's no windows. You don't like it? Dad, That's too bad. what are you doing? Dad, what are you doing? 丽莎见状开始拼命呼喊，可特意改装的肛门实在太厚了，外面根本就听不到一点声音。见父亲离开，丽莎终于意识到了不对，但也只是以为父亲是在吓唬她。直到她打开父亲让她搬的那个箱子，发现里面竟然是自己的生活用品时，才得知这一切都是父亲计划好的。一股恐惧感瞬间从心底涌了上来。在经过一阵无效的呼喊之后，丽莎发现旁边有个密码锁，可一连试了好几次，肛门没打开不说，还导致密室里停了电，而这也是老唐故意设计的。只要密码错误3次，密室里不仅会立马断电，就连氧气输送装置也会停止，对丽莎的心理和身体进行着双重打击，并且他还会每天更换1次密码，所以丽莎根本就没有任何出去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母亲见丽莎一整天都没有回家，难免会担心起来。可老唐却表示，他应该是和上次一样，偷跑出去参加聚会了。姐姐也让母亲先不要担心，万一明早他自己就回来了呢？可一直到了第2天中午，还是不见丽莎的身影。心急的母亲只能选择报警。可警察调查了丽莎的所有朋友，结果人家都说从来没见过她。而老唐这时又开始故意向警察透露，说丽莎一直有想要离家出走的想法，而这次她的背包和衣服全都不见了，很可能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计划。警察听后立马明白过来，因为他经手过很多类似案件，最后大多数孩子都会自己回来，于是他就让母亲安心的在家里等待，期间他也会发一些寻人启事，尽量能帮忙快点找到丽莎。就这样，老唐成功打发走了警察。接着他来到地下室，而丽莎听到开门的声音，立马躲到了柱子后面，然后趁着老唐关门之前，突然冲出来将他撞开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外面竟然还有一道密码门，并且也做了隔音处理。即便他用尽全力呼喊，还是被老唐拽着头发拖了进去。接着老唐开始警告丽莎，说只要在这里面乖乖听话，他会给丽莎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，反之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 You understand? Do you understand? 见丽莎依旧是这种满脸不服的样子，老唐此刻也不再惯着这个女儿，只能用我无法描述的方式让她听话。完事之后，丽莎痛苦地蜷缩在角落里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她的人生里就已经没有了父亲，而是换成了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。而这个禽兽东西对此还很满意，甚至在面对丽莎的男朋友时，还说丽莎前2天和邻居私奔了，让她从此不要再想着丽莎，也不要再去寻找她。最终感觉遭到背叛的男友，带着满脸的失望离开。这是丽莎被关在这里的第7天，而今天也是她的18岁生日。老唐给她带过来一个很小的蛋糕。当丽莎怨恨地吹灭蜡烛之后，老唐拿出了他准备的礼物，是一件性感的红色连衣裙。只要丽莎换上，老唐就可以满足她一个愿望。当然，想要出去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丽莎就说需要一个钟表，好让她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能够想象一下外面的世界。老唐很愉快地答应了，接着就命令丽莎主动走到自己面前，还让丽莎从此不要再喊他爸爸，而是以恋人身份称呼他的名字。虽然丽莎心里感到一阵恶心，但人在屋檐下，又怎能不低头？后来他也曾想过反抗，把锋利的罐头盖子当作武器，本打算直接划破老唐的喉咙，可在了解他的父亲面前，也只不过是一场徒劳，甚至换来了更残忍的虐待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原本只有一套淋浴设备的小屋，现在已经变得满满当当，而这就意味着丽莎已经遭受了无数次伤害，她也因此怀上了身孕。而眼看着羊水破裂，老唐又不在身边，他能做的就只有按照书上的知识，独自来完成分娩，大口吸气，下身用力，然后疼得死去活来。
就这样，随着一遍遍重复动作，丽莎在这个肮脏阴暗的地下室生下了她和老唐的第一个孩子。看着自己的女儿，丽莎心里没有出为人母的兴奋，反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甚至在老唐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还感到了深深的无助和绝望。一是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孩子的将来，二是老唐除了能提供物资以外，他不能给到任何帮助。所有重担都来到了丽莎身上。就这样艰难的过了4年，丽莎又在一次次中怀孕了，但她现在已经没了刚进来时的桀骜。每次老唐来都会主动沏茶倒水，尽量满足她的所有变态要求，只为有天父亲能大发慈悲，放她和女儿出去。而在女儿眼里，老唐就是自己的爸爸。天真的她甚至以为自己拥有一个美满家庭，爸爸每次离去都是去外面打怪兽，以此保护她和妈妈。当然，这些思想都是老唐传输给孩子的，只为能不出任何意外，让她愉快地穿梭在2个家庭之间。而母亲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丽莎，可警方那边没有任何线索。他想请个私家侦探，家里的钱又都在老唐手里，并且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儿，老唐就会大发脾气，表面说是不想浪费钱，实则就是害怕暴露。可对此不知情的母亲又没有任何办法。时间来到丽莎被囚禁的第7年，由于长期生活在密闭的环境，再加上缺乏营养，她2个孩子的身体都十分瘦弱。更糟糕的是，大女儿还患有严重的哮喘病，但老唐对此却丝毫不上心，甚至给孩子买的都是成人药。丽莎见状想要去外面看医生，可换来的却是一道响亮的关门声。为了不吓到孩子，她只能把所有的委屈藏进心底，用最温柔的歌声哄孩子们入睡。与此同时的楼上，丽莎的男友骑着摩托从这里经过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年，姐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而也就是在交谈中，姐姐这才得知当年父亲撒了谎。可她为什么要阻止别人去寻找妹妹呢？难道说妹妹的失踪真的和父亲有关？她很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听后也不再一味的忍让，哪怕老唐发再大的脾气，她也要搞清楚他撒谎的原因，甚至还说自己去打工赚钱，必须请私家侦探好好调查一下。而就在2人争吵的时候，老唐的钥匙落在了沙发上，姐姐赶紧将其捡起来，然后第一时间来到了地下室。因为从囚禁丽莎开始，老唐就以工作为由不让任何人进来，可姐姐在里面翻找了半天，什么都没发现不说，反而还被父亲给逮住。Keys! Find what you were looking for. What do you think? I hid your sister down here? You still pushed her away. That is on you. That is always on you. Maybe I'll get lucky. Chase you away too. Get out! 从老唐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，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慌了。如果照这么下去，事情早晚都得被发现。而就在老唐不知该怎么办时，丽莎无意间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因为随着第3个孩子出生，狭小的地下室里已经容不下他们4人，于是丽莎就想让老唐把孩子带到楼上抚养。老唐思索片刻，当即就同意了丽莎的请求，因为这样刚好可以打消妻子的怀疑，能让他放弃寻找丽莎，同时也能让他的禽兽行为持续得更长久一点。第2天清晨，听到婴儿啼哭的母亲打开房门，只见门口放着一个婴儿篮子，婴儿旁边还有一张丽莎写的信。她谎称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好，希望母亲可以帮忙照顾这个孩子，并且让母亲和姐姐不要再寻找他。母亲一看是丽莎的笔记，兴奋的她连忙将孩子抱进屋内，却忽略了篮子里还有一张小纸条。更倒霉的是，纸条刚好被细心的老唐发现，可想而知，接下来丽莎又免不了一顿殴打与蹂躏。转眼又过了好几年，女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儿子也长成了帅小伙，而丽莎又怀上了第4胎，老唐也因此很久没来了。所以当看到亭亭玉立的女儿，他的眼里满是贪婪。丽莎见状赶紧把女儿喊了过去，因为她知道父亲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所以她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同样的悲剧发生。可反抗之后面临的就是停电断气，患有哮喘的女儿只能靠在通风口呼吸。而也就是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而且还一连下了好几天，导致雨水开始往地下室里渗透。丽莎见状开心坏了，因为这就代表漏水的地方可以通向外界。于是她挺着个大肚子，站在桌子上一点点的用勺子挖。好在天花板已经被雨水浸泡，挖起来也并不是太费力，很快就挖通了一个大洞。她拿着手电筒向外面发出求救信号，恰好此时遛狗的邻居经过，她也刚好看到了亮光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唐。丽莎唯一出去的机会就这么被破坏，她也因此挨了一顿最毒的打，肚里的孩子也跟着没了。看着眼前刚成型的死胎，老唐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说，将其拿走后就埋在了大树底下，好像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似的。这是丽莎被囚禁的第18年，由于金融危机爆发，老唐即将面临失业，他把所有情绪都发泄在了丽莎身上，还故意在2个孩子面前夸赞小儿子，说他在外面生活的有多好，长得也比你们2个高大强壮，这让本就对外面世界憧憬的他们愈发的想要出去。可老唐却说决定权在你们母亲手中，能不能出去全看他的表现。于是2个孩子就把矛头指向了丽莎，他们认为被关在这里都是因为她。丽莎见状再也忍不住了，她为了保护2个孩子，这么多年的所有委屈全都自己消化，可如今他们却因为几句话就变成了白眼狼，把丽莎气得直接瘫软在了地上。冷静下来后，他把一切都告诉了2个孩子，他们听后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但同时也明白了母亲的不容易。所以当老唐在欺负丽莎的时候，儿子第一时间就站了出来，但瘦小的他哪里是老唐的对手，一把就被推了出去。而经过这么一闹，老唐心中又酝酿出一个更邪恶的想法，因为他已经被公司裁员，为了缓解楼上的经济压力，他把一根管子连接在了地下室的通风口上，另一端又插进了汽车的排气管里，打算用汽车尾气悄无声息地除掉3人。好在危急时刻，小儿子出现在了车库里，
吓得老唐赶紧关上汽车。正在熟睡的三人虽然逃过一劫，但患有哮喘的女儿还是受到了影响，普通药物根本无法医治。眼看着情况越来越紧急，丽莎跪在老唐面前，祈求他带着女儿前往医院。起初老唐死活不同意，直到丽莎喊出了这句话 Dad! Please, I just want to be with her, please! Please, Daddy. Fine. We'll go to the hospital. Pick her up. You're staying. You'll die down here. No one will find you. 时隔20年，丽莎终于再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，但女儿的病情容不得她慢慢回忆，只能第一时间来到医院。好在经过抢救，女儿成功脱离了危险，丽莎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，而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求助。起初她想去洗手间找人，但老唐却直接拒绝了。而也就是在这时，医生突然找了过来，因为他们没有查到女儿的任何就医记录，于是便让他们补充一下。而丽莎望着面前的医生，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喊出那句救命，直到她看见了远处有一名警察，这才下定了决心。她趁着老唐转过头接电话，故意把水杯打翻在资料上，老唐只好去就诊台再要一份。而就在这个间隙，丽莎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，她朝着警察的方向快速走去，即便老唐在后面大声呼喊，她依旧没有停下脚步。I need help. 意识到不妙的老唐只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，打算趁机混出医院。但警察已经追了上来，哪怕他再变态，对自己的家人再厉害，接下来等待他的也必将是法律的制裁。丽莎和孩子们终于自由了，而当大儿子被解救出来的时候，母亲和小儿子全都懵了。没想到他们一直寻找的人，竟然距离他们这么的近，更不敢想象他们朝夕相处的人，竟然会是个如此变态的恶魔。几个月后，孩子们在草地上肆意的玩耍，而丽莎坐在一旁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听到摩托声，那个想了20年的男人终于出现，而他至今未娶。丽莎也终于可以和他去环游世界，完成那个迟到了20年的生日愿望。